大家好，临近春节假期，很多朋友是不是已经蠢蠢欲动，在准备旅游的计划？今天我就想说说旅游这个话题，因为最近在上海街头看到的一幕幕，简直让我感到刺痛。我作为上海人，感到特别的丢脸。在韩国游客纷纷来上海的这些日子里，那些开着豪车的少爷少奶奶们，把自己的豪车当成了展示民族自豪感的舞台。说真的，这种行为就像是大清早自己一副腰包鼓鼓的样子，强行拉出一堆人围观，最后却发现那些豪车的背后藏着的是一种看似强大却脆弱的民族自卑感。你看，上海这些炫富的少爷们，一辆豪车就能让他们觉得自己比别人高一等，觉得别人看他们的眼光中满是敬畏。这些车主们明明知道自己的财富并不代表社会的整体面貌，却依然在炫耀中强行找到了自豪感。但说白了，这种炫富展示的不是中国的强大，而是大陆在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个别人想通过外在的奢华来弥补内心的空虚和不安。你想问为什么这么说？好，那我给你举个例子。在上海街头，不仅是豪车爆棚，连一些所谓的高档餐厅外，门口都停满了顶级跑车。那些外面看着风光的豪车背后，映射出的却是中国社会的极度贫富差距。你看看这些炫富的行为，这可不是所谓的民族自豪感啊，相反，它暴露出的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不平等。富人拿着几百万、几千万的车停在街头时，旁边却是那些挤在地铁里、生活在狭小出租屋中的普通人。你说，这种对比是不是让人觉得有点扎心？而这也正是大陆旅游体验的一大弊端。你看看那些旅游景点，迎接游客的是什么？不是热情的笑脸，也不是贴心的服务，而是随处可见的拥挤人群和消费陷阱。在旅游高峰期，景区门口排队排得跟过年似的，进去之后又是漫长的等待，更不要提那些服务态度差的商家和乱七八糟的卫生环境，简直是游客体验的噩梦。但问题是，明明可以做得更好，明明可以让游客感受到更多的便利和舒适，偏偏就是因为服务质量的差距，连带整个旅游行业都水土不服，让许多游客大失所望。好啦，说到这里，咱们不妨转个弯，说说我上次在台湾的旅游经历。相比起上海的炫富文化和旅游乱象，台湾的旅游简直就是一场温馨的文化之旅。一到台湾，迎接你的不是豪车，也不是昂贵的奢华，而是一张张热情的笑脸。无论是夜市的小摊，还是悠闲的咖啡馆，你总能感受到那种不急不躁、从容自信的生活态度。在台湾，旅游的便利性简直是每个游客梦寐以求的体验。你走到哪儿都能感受到那种为游客着想的人性化服务。你进了景点，工作人员会热心告诉你哪里有厕所，哪里有地方休息，哪里有最划算的购物点，甚至还有专门的游客专属优惠，让你在旅游的同时感受到物超所值。台湾的景区也真的是舒服到极致，从台北的101大楼到日月潭，无论是自然景观还是人文景点，都让人忍不住叹为观止。而且每个景点都设有完善的设施，完全不需要担心排队、拥挤或者繁琐的手续。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台湾人真的很友好，你随便问路，绝不会被冷眼相待，总有人耐心解答，给你带来一种亲切感。你甚至能感受到他们的细致入微，不仅关注你的需求，还很注重你在他们面前的感受。这种细节上的关注，简直让人想流泪。而且，如果你是在台湾旅游，还能体会到一种文艺范的氛围，感觉就像是在走进电影里的场景。无论是古老的街巷，还是现代的商业区，台湾都能给你一种不浮夸却又极具魅力的感觉。而这种魅力是那些过度炫耀的上海豪车们无法比拟的。为什么台湾能成为游客的天堂呢？首先，
台湾的交通系统真的极其方便，四通八达，你不需要担心像在上海那样面对地铁拥挤、堵车等问题。台湾的城市规模较小，每个景点之间的距离也不远，基本上你都可以选择步行、骑车或者搭乘公共交通，享受一个轻松自由的旅游体验。在台湾，旅游完全可以做到放慢脚步，感受到城市的慢节奏生活。这种沉浸式的旅游体验是在台湾特别普遍的现象。台湾的美食也绝对让人流连忘返，你不仅可以品尝到正宗的小吃、传统美食，还有许多符合现代口味的创意料理，完全不用担心被坑或者过度消费。再来说说文化底蕴。台湾尽管面积不大，却充满了历史和文化底蕴，每个街巷、每个文物都有着自己的故事和传承。在台湾，你能感受到的是历史与现代的完美融合，而不是商业化的无序扩张。文化差异不仅体现在建筑和交通上，更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在台湾，你很容易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尊重，每个人都充满善意和礼貌。而大陆呢，即便在游客中间，也难掩那种强烈的攀比与自满情绪。你可以看到某些游客硬生生将民族自豪感和炫富结合起来，用毫无意义的炫耀掩盖内心的不安。再说说台湾人的热情，在面对游客时，总是能展现出超乎寻常的友善。无论是在士林夜市、日月潭旁边的小巷，还是在高雄的街头，台湾人都会主动上前，热心帮助陌生人，哪怕你只是迷路了，问个方向。他们的热情、真诚、和善，好像是与生俱来的。举个例子，我曾在台北逛街时，路边的摊主看见我拿着手机翻看地图，主动走过来问我是否需要帮助，甚至不介意用一些简单的英文和我沟通。在台湾，你不仅能享受景点的便捷和清新的空气，还能与当地居民打成一片，享受真正的人际交流。而上海则常常陷入一种冰冷、疏离的大都市感，人们在上海是孤独的，虽然大家都在忙碌，但却少有真实的连接。说到台湾的景点，真的是各具特色，堪称精致与人性化的典范。记得我去台中时，参观了著名的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最让我震撼的，不是博物馆内那些栩栩如生的恐龙模型，而是博物馆提供的各种便民服务，从免费提供导览图、语音导览到贴心的休息区，细节满分。再来说一说台湾的公共设施，几乎每个景点旁边都有一处免费的卫生间，干净整洁，甚至有免费的湿纸巾提供。对于很多旅游景点而言，这样的细节处理在大陆是难以想象的。在大陆经常会面临拥挤与设施老化的问题。此外，台湾的生态旅游也是另一大亮点，无论是垦丁的沙滩，还是阿里山的云海，台湾的自然景观真的是美得让人流连忘返。每到一个景点，都会感受到当地居民对自然的尊重与保护。而在大陆，太多的景点已被过度开发，充满了商场、餐饮店，原本的自然美景反而变得有些工业化。归根结底，台湾与大陆的旅游差距，反映的不仅是旅游业的不同，更是社会心态的差异。台湾尊重游客，注重细节，提供的是一份从心底流淌出来的热情。而大陆的景点过度开发，以经济利益为目标的消费诱导，往往让游客感受到的是一种冷漠和欺骗，不仅身累，心更累。而这正是对比两地旅游体验的深刻反思。旅游不只是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感受一个城市的人文气息。台湾给游客带来的是一种温暖、包容、舒适的旅行体验，而大陆则更多的注重商业化，而忘记了背后那份应有的温情。如果说有一天，大陆也能像台湾那样，放下浮躁，带着更多人文关怀和热情来迎接游客，那么或许大陆的旅游体验也会焕然一新，不再那么冰冷，充满温度。